天上级别墅院子里都是杨洋的欢声笑语。杨洋，你骑慢一点，小姨追不上你了。我还怕自行车买大了，还好刚刚适合，再大一点，杨洋的脚够不着脚踏，就无法骑了。陆总，谢谢你。陆东明看着他，阳光落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的皮肤晒得泛红了红晕，让他的脸看上去白里透红的，很好看。陆总，可能是天天见你吧，没什么感觉。刚刚才发现你瘦了很多，长得也很好看，不输于于茵茵。音落，陆东明有点傻，心想怎么会拿海玲和于茵茵做比较？陆总夸奖了，我长得一般般的，于小姐才好看。海玲，于茵茵她是我妈好闺蜜的女儿，是来莞城出差的，住在我家里，我妈疼她像疼女儿似的。你知道的，我家里就兄弟4个，我妈这辈子没有女儿，特喜欢女孩子。战奶奶有多盼着抱曾孙女，我妈妈就有多喜欢女孩子，她们俩都是一样的。于茵茵比我略小，我们小时候见过面，不过我没有什么印象了。她既然住在我家里就是客人，偶尔我才会陪她。不，我也不是陪她，我是陪着我妈出席宴会，我妈带上她，我和她才会舞了一曲的。陆东明本能的就把自己昨晚和于茵茵做过什么事都说了出来，他不想让海玲认为他和于茵茵是一对。陆太太是很喜欢于小姐，陆总，听你这样说，你和于小姐也挺合得来的，你们好好相处相处。我看于小姐是个大方得体的女孩子，又有一股精明干练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。那倒是，于茵茵是个女强人，又是个聪明人，跟我很合得来。不是，海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让我跟于茵茵相处相处，你是把我和她看成了一对吗？陆总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还是过来人，知道你一直被你妈妈催婚的。陆太太喜欢于小姐，于小姐跟你又合得来，更是住在你家里。陆太太想的是什么？陆总不可能不知道，陆总不用觉得不好意思的。你未婚，于小姐未嫁，合得来就处处呗，别错过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女孩。陆总也老大不小了，36岁的年纪，谈场恋爱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别太挑剔了，于小姐是真的很好，很适合陆总的。海玲，是不是我妈跟你说过什么？没有呀，陆太太那天偶尔路过我的早餐店，进去坐了坐，我们聊了聊。当妈的，特别是家有个36岁儿子还没有娶老婆的妈妈，见了人就喜欢聊儿子的婚事，想让人给儿子介绍对象。我理解的，洋洋以后若是36岁都没有结婚，我也会像陆太太那样愁的头发都白了。陆总，你也别怪你妈唠叨你，为人父母的几乎都那样，以后你结婚生子了，你就能体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了。你比我还小几岁呢，别在我面前一副长辈的口吻。我哪敢在你面前端着长辈的架子，我是说我是过来人，我已经趟过了一次婚姻大河，陆总还在河边站着，不知道河水的深浅，没有经验，连怎么下河都不知道的。你真觉得我和于茵茵很般配？不觉得于茵茵是冲着我的身份地位来的？于茵茵家里也是开公司的，她还是他家公司里的副总裁，家里缺钱吗？陆总有的身份地位他也有，他不可能是冲着你的身份地位来，你们俩结合那是强强联手。我的意思是，于茵茵认识的男人当中，可能就是我的条件最好，他才会想和我在一起的，不是真的喜欢我。看我脸上这条刀疤，他难道不嫌弃？难道不怕？等你爱上于小姐了，都不用于小姐提出来，你自己就会屁颠屁颠的跑去做整容手术，把那条刀疤整掉。海玲，你别用屁颠屁颠这几个字行吗？把我说的像是企鹅走路一样。海玲扑哧的笑，此时战印回来了。姨丈，我会骑自行车，我骑给你看。好，你骑给姨丈看看。杨洋在众人的注视下骑上自行车走，他也不骑远，很快就骑回到大人们面前。杨洋真棒，杨洋想骑车骑得更好一点吗？想。要是杨洋学了功夫，那么你骑自行车就能骑得更好了。杨洋想学功夫吗？想。杨洋，姨丈给你请了一位老师回来，专门教你学功夫的，你可得好好听老师的话，认真的学功夫哦。战印有心了。杨洋想学功夫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亲自教他的。陆总工作那么忙，哪敢麻烦陆总？姐，这位吴老师是以前教过我兄弟几个的吴老师的儿子，一身拳功夫也很厉害的，现在开着好几家武馆，很多人跟着他学功夫的。郑少，你这个外甥资质一般，胜在年纪小，学上10几年，同时对付10名小混混都不成问题，但想成为武术界的佼佼者就没有希望。吴老师，我们让杨洋学武，是想让他有点防身功夫的，能够自我保护，并不想靠着武术扬名。你按照杨洋的资质来教就行。吴老师好。吴老师，屋里请。一行人进屋后，刚坐下，梁姨就走了进来。大少奶奶，有位于小姐说想见你。于小姐。海童马上就想到了于茵茵，他看了陆东明2眼。海童，他是来找你的，你看我干嘛？
我又没其他意思。梁姨，请于小姐进来吧。很快，于茵茵进来了。于小姐，你来就来了，还买那么多东西过来，太破费了。听说大少奶奶喜欢吃点心，我闲着无事自己做了点心，不怕大少奶奶笑话，给大少奶奶送2盒过来。谢谢于小姐，于小姐自己做的点心，我可得尝尝。我是很喜欢吃甜食的。我也喜欢吃，也喜欢自己做，不过平时忙，很久没有再自己做过点心吃了，希望大少奶奶不要嫌弃。于茵茵在陆东明身边坐着，眼角余光留意着海玲的反应，见海玲依旧含笑而坐，并无其他特别的反应，彻底的相信海玲对陆东明是真的没有男女之情。夫妻俩很自然的请着大家一起吃饭。饭后，陆东明和于茵茵一起离开，海童夫妻俩则是陪着海玲去提车。等海玲提了车，欢喜的开着车带着儿子回家了，战印才有时间与爱妻独处。老婆，你想去哪里？我现在完全属于你的，你想去哪里，我都陪着你。我随意，你想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你早上跟我姐告状了吧？我姐一来就说我喝了那么多酒。没有呀，我上午有事情要找东明，去了一趟陆氏集团，结果东明不在公司，路过姐的早餐店，总要进去坐坐的。姐问起你，我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并不是故意去告你的状。海童呵呵2声，信他有鬼。想骑马吗？我不会骑马。我可以教你，现在这天气不冷不热的，很适合骑马。我带你去我们家的马场看看吧。你家还有马场？我家也是你家，不要跟我那样见外。我们家有马场，养了不少的马，爱好骑马的人经常去我们家的马场骑马。负责运营马场的人是老四，他很喜欢马，爱马如命，让他打理马场，运营得很好，每个季度的收益非常可观。你这样说，我还真想过去看看咱们家的马场了。等会儿我学骑马，要是学不会，你可不能笑我。我带着你，慢慢的骑。好，老公，我先补眠，到了你再叫醒我。你睡会儿吧。最近老犯困，不知道是不是换季的原因。怎么了？听了他这句嘀咕，战印忽然就把车靠边停下来。彤彤，你最近是不是老觉得累，也老想睡觉，好像睡上一整天都还想睡的样子？累倒不觉得累，最近喜欢打瞌睡倒是真的。换季吗？人跟着犯困很正常，我往年也会这样。怎么了？你这表情好严肃呀？难道我这症状是病？绝症？胡说八道！我是觉得你这症状和刚刚怀孕的反应有点像。你觉得我怀孕了？我偷偷的问过我妈，女人刚怀孕时的症状是怎么样的。想着了解后，你若有症状，我能第一时间判定你是不是怀孕。不行，我得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，万一怀孕了，咱们就不去马场骑马了。没有怀孕的话，改天再去了。因为海童一句话就疑神疑鬼的战大少爷，硬是带着海童跑了一趟医院。接上级一番检查，拿到结果后，海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。他想到夫妻恩爱这么长时间，自己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现在又来了医院，打算做一次检查。咱们来都来了，顺便检查一下又没什么，万一真有毛病呢？早检查，早发现，早治疗。我身体好得很，我每半年就做一次全面的体检，有没有问题我自己知道。你身体也没事，你连感冒都少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不用检查了，是孩子的缘分未到。多少人看着健健康康的，一检查就查出问题来了。战印，你是不是记医？怕查到自己有问题。我没问题，记什么医？彤彤，咱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才半年，没怀孕是很正常的事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等咱们在一起10年8年你都没怀孕，再来检查也不晚。晚了，10年8年没怀孕，再来检查就太晚了。我那会儿都30好几，要是查到有问题，再花几年时去医治，还不一定能医好呢。就算治好，怀孕也是高龄产妇。我们现在都来了医院，顺便做个检查，怎么就不行？看你的反应，就像踩到你的老虎尾巴一样。我还不是想着若有问题，我们早点治，治好了，咱们才能拥有属于咱们的爱情结晶。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有问题，存心不想看医生，不想检查一样。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，我行与不行你更清楚，我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是，你身体很好，没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那行，我去做个检查吧，你不用做了。你也不用做，我说了，咱们都没问题，你不要给你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海童却觉得还是要检查一番，夫妻俩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，战印的臭脾气爆发了。你想做什么你自己决定。说完，战印撇下海童，扭身大步离去。大少奶奶，我没事，车钥匙呢？阿七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车钥匙递给了海童。你们不用跟着我了。大少奶奶，我没事，你们都回到他的身边去。海童心情不好，漫无目的的开着车，只要前方还有路，他就一直往前开去。唐君叶夫妻俩在院子里对饮，佣人走过来不敢说话。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先生、太太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他回来做什么？
你们大少奶奶有没有跟着一起回来？只有2辆车，大少爷自己开着车，然后1辆是保镖车，似乎大少奶奶不在车上。让厨房多烧2道菜，现在回来得留小子在家里吃饭。想的法子杀出重围了吗？想不出来，我就走了。你让我再想想，别吵我，我肯定能想到的。刚才云姨来说什么了？阿印回来，他有空回来呀？谁知道他有了老婆后，他是很少回来了，回来也是转一圈就走，好像这里不是他的家似的。阿印说，他一向以你为榜样，你是怎么做的，他就怎么学。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父子俩就是一样的货色。夫妻俩在说着话时，战印走了过来。彤彤呢？战印抿唇不语。怎么了？又闹矛盾？不下了。不过我不是输给你了，是儿子心情不好，我陪儿子说说话，明天再继续。平时把彤彤捧在手心里怕摔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昨天晚上在宴会上，你们俩还好得很，咋又闹翻了？这夫妻相处呀，哪有不闹矛盾的？咱们年轻时不也经常闹矛盾？阿印，跟妈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不会一昧的偏向着彤彤的，妈就是帮理不帮亲。你若是有理，妈就帮你去向彤彤低头；你要是没理，妈也帮你向彤彤低头。妈，我和彤彤在一件事上意见不一，吵了起来。什么事？说来听听，妈帮你们评评理。下午我本来想带着彤彤去马场骑马的，在路上彤彤说她最近老想睡，我以为她怀孕了，就改变了主意，没有再去马场，带她去医院检查。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吗？阿印，不管海童生的是孙子还是孙女，我和你妈都会喜欢的，不会像你奶奶那样整天念叨着要抱曾孙女。当然了，你们生个孙女给我和你妈抱一抱，我们会更开心的。你奶奶说过，咱们家不管是谁能生个女儿的，就从家族基金里抽出5亿元作为生女儿的奖励，然后我和你妈也会有奖。若是你们给我添个孙女儿，我就把那些珠宝分一半给我孙女儿。验尿的结果阴性的。阴性的。没事，你们还年轻，结婚也才半年，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不着急的，不着急的。只要你们夫妻俩不做错事，总会怀上孩子的。没怀上呀，我还以为我准备用来奖励儿媳妇的钱可以花出去了呢。没怀上就没怀上呗，他们还年轻呢，着急啥？婚礼还没有办，现在怀孕的话，到办婚礼时肚子都隆起来了，穿婚纱就不好看了。阿印，你是不是因为彤彤没有怀上，就跟彤彤闹了矛盾？彤彤担心我们俩身体有问题，提出要检查一下，我拒绝了。我觉得我的身体没问题，她也很健康，我们都是很注意身体健康的人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她说我是忌医，总之她就是坚持要检查，我不想检查，然后我一生气就撇下她，自己走了。下一刻，唐君夜忍不住一巴掌呼过去。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，就当体检了。你不想检查就不想检查，把彤彤一个人抛下，彤彤估计委屈的都要哭了。你这脾气就不能改一改？我又没有说什么重话，就是先走了，他会委屈的哭吗？他想到海童哭泣的场景，就觉得心像刀割了一样痛。若是海童先走，把你一个人撇在医院里，你是什么感受？我又不是没长腿，也认识路，他不和我一起走，我自己也能回来。都说了我们身体没问题，不用检查。他说我忌医，说让我检查就踩着我的老虎尾巴了。我说的话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对我不够信任。怀孕又不是想怀就能怀上的，没怀上就没怀上了。我和他结婚时间又不长，要是结婚10年8年没怀孕，就要去检查了。10年8年的，你们都老了，就算检查出问题，再花时间去治。彤彤怀孕已经属于高龄产妇，你这臭小子都不知道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。检查一下，你的肉能少几10斤吗？现在不是检查不检查的事，是他把彤彤一个人丢在医院，自己走了。战印，海童要是跟你冷战，不想搭理你，你别回来跟我们说，让我们帮你说情哈，你这是活该。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没错，觉得是海童无事生非。老公，我们走吧，再听他说话，我怕我几10年的贵妇人涵养就要破防了。战丽蓉陪着老婆进屋去，让厨房不用再加菜了。大少爷回来了呀？不用管他。战印在外面坐了好一会儿，才进屋，发现父母已经用过了饭。收拾一下，没有吃完的菜也不多了，倒掉吧。妈，我还没有吃呢。没有做你的饭菜，你是有老婆有小家的人了，你回你的小家里吃去。妈，这也是我的家。你没有带着彤彤回来，这个家就不欢迎你。妈，我是你亲生的，还是彤彤是亲生的？就因为彤彤不是我生的，我才要更加的疼爱彤彤，让彤彤在这个家里感受得到温暖。
你奶奶不在家，要是她老人家在家，她能对着你怀疑人生。我和你妈口才没有你奶奶好，你小子走运。爸妈也盼着抱孙吧？我们是想抱孙，但我们没有催生过。你不要把这件事怪到我们头上来，我们从没有在海童面前催过你们生娃。彤彤压力大。彤彤压力大，你跟彤彤说，生孩子顺其自然，我们又不催生，她越是压力大，越是难怀孕，叫她想开点。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又不长，要是2、3年了，没有做过措施，也没有怀孕，那才要检查。就是了，所以我说不用检查的，我和她的身体都没有问题，是她压力太大。我也跟她说了，参加完苏南和沈小军的订婚宴后，就带她出去旅游散散心。行了，你们夫妻俩的事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妈向你保证，10年内不催生，生不生随便你们。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赶紧回去找海童道歉，以后不要脾气一上来甩手就走。要是海童这样对你，你能抓狂，也就是海童脾气好，才能包容你。那我走了。不吃了饭再走。还吃什么吃？饿着肚子回去。彤彤不理他的时候，他腰一弯，抱着肚子直叫痛，彤彤就会心疼他。战印的脸都红了。妈，我没有装过病，扮过可怜。唐君夜瞟了丈夫2眼。人生路还长着呢，你敢保证你一辈子用不到装病扮可怜？战印接不上话，扭身走了。君夜，你刚刚瞟我2眼是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。那都是多少年的事了。多少年的事我都记着呢。君夜走吧，我陪你出去散散步。